房市大小事，年收千萬住社宅竟然合法，這個漏洞正在搶走真正需要的人。先說結論只要你願意，而且你敢去鑽漏洞也可以合法合法合規的成為社會住宅的居民。但我還是建議你還是自己買房子啦，想辦法上車再說。因為台灣的社宅並沒有要保你一輩子的平安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商圈業績好能不能推動房價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年收入1000萬也住社會住宅這次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實況主羅傑年收1000萬卻住社會住宅，遭疑鑽漏洞，嗆蝦不爽就去檢舉。那內容我簡單講一下，就是遊戲的實況主羅傑近期在直播的時候不小心曝光家裡地址，然後網友就去查，哇，他這個地址是社會住宅的地址你一個年收入1000萬的實況主居然住在政府補助的社會住宅裡天哪！然後羅傑又在那邊嘴說，沒有我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然你就去檢舉不愧是實況主，真的是很會嘴。那你覺得像羅傑這種鑽法律漏洞的人是多還是少？還是你會認為說全台灣那麼多申請社宅的人，大家都奉公守法全台灣就只有羅傑這個投機仔然後其他人是真實有需要才會去申請的？好，你先不要回我我們來看一個新聞畫面，標題我念一下：直擊政府社宅停100萬名車成豪宅，網轟離譜可笑。你看對嗎？需要領社會住宅補助的人那大概都是怎麼樣？大概都是勤勤懇懇的上班上課不是搭公車搭捷運上下班不然就是國產車那結果怎麼樣？結果現在那個地下室社宅地下室你去看，雙臂一大堆怎麼樣？人家也是合法合規你說怎麼這樣子還能合法合規？所以你要知道社宅的申請條件很嚴格嗎？那我們就要講說社宅的申請條件會不會很嚴苛？好，首先它是以家庭為單位去申請來判定的而這個家庭只包含申請人、配偶以及戶籍放在一起的直系血親。如果你的戶口是遷出去，你的戶籍就不在一起嘛所以你就可以不算那這也是坊間最常猜測羅傑為什麼他可以去住到社宅吧？因為以收入來看，他一定出局，可他去住在裡面來，你看我劃線的地方。羅傑本人並非社宅承租人，也非申請時的家庭成員。由於社宅不得供3等親親屬以外之人使用，住都中心表示將進行訪視作業，釐清實際居住狀況。所以這個狀況最可能是怎樣？就是羅傑跟他媽我不知道他爸還是他媽戶籍不同，然後他媽媽退休了沒有收入，然後怎樣的，然後給他報個低收入戶，所以就怎樣就符合社宅申請標準抽籤也抽中了那中籤以後就說就一起來那就一起住了。那你說合不合法？看起來是合法的就很像是说為什麼有些那個小朋友，然後他就是在打工而已，在 Seven 或全家或摩斯漢堡打工而已，可他家住豪宅他的收入明顯住不了，沒有他家他爸媽去扛那個豪宅，還是叫他過來住就這樣反過來就是說有一個抽到社宅，他就叫他家人或朋友就一起來住好，那你說合不合法？合法這個但是怎樣？這就是剝奪了真正需要社會住宅的人的權益。最後你要知道，不爽你不爽的其實不是羅傑這個人老實說，這個新聞剛出來的時候，我也沒什麼在意我的觀眾也是，就是我們大家手上都有房子嘛那怎麼會去關心社會住宅的名額的問題？是這件事情搞到上新聞我才看到我想說不然就來做一集這樣。好，那為什麼鄉民朋友會這麼生氣？一堆人跑去社宅的 Google Map 留言社宅還有那個 Google 評論超靠北，有一顆星好，來像這張圖直接把社宅名稱改成水蛇洞大本營水蛇洞是羅傑的 Discord 的群組名稱呢那其實這些鄉民氣的是什麼？我就買不起房子了那我住社宅我已經覺得我很委屈，我還很幸運我還有抽到你一個年收1000万直播主，你來跑來競爭我的名額安諾多安諾，再加上租屋一族的恐懼感
恐懼什麼？租金一直漲，然後房東未來就說不租之類的哦。啊，這些恐懼累積起來，就會需要一個出口，然後羅傑的新聞剛好出現啊，就可以把所有的不爽哦，全部都傾瀉到這個人身上。但我跟你說，你就算把這個人羅傑趕出社會住宅，這問題沒有改變，沒有消失，你知道嗎？為什麼？因為沒有羅傑哦。你不要說未來還有，那麼現在就有，裡面還有李傑、黃傑、什麼紅傑，什麼有沒的各種傑啊，不然你底下停那麼多雙 B 是怎樣？哦，所以這個就結構問題。好，那我這次還是奉勸你，還是自己想辦法去解決自己的居住問題，還是說你要期待社宅繼續蓋，然後來壓制住房子全部變便宜？我跟你講就不會了。為什麼？有2個原因。第一個是社宅數量蓋不出來了。我這支社宅跳票的影片我就有講了哦。現在政府已經下修社宅的戶數了哦，從喊的13萬戶變成4萬戶哦。這4萬戶也沒有說保證蓋得出來哦。那實際能蓋的數量只會少不會多而已。為什麼？缺工缺料哦。然後那個戰爭哦，戰爭以後那個各種什麼石油什麼的通通問題啊哦。來，第二個是社宅只會怎樣讓周遭的房價更穩健而已，它不是嫌惡設施。你可以去看我另一支影片哦，這在討論社宅會不會拉低房價這一支就沒有嘛，反而會漲價。為什麼？因為社宅1樓會開很多很好的東西啊，像高雄凱旋新宿底下不是開全聯呢哦，這個生活機能呢，然後還有一堆什麼公幼啊、托兒所，機能是變好的呢。簡單說就是社宅的出現會怎樣？會帶動當地生活機能的提升，這很正常。這不是說什麼社宅你也來炒房，不是這樣。那個社宅蓋下去，幾千人呢，哦，1-2千一定有哦，就在那邊生活，所以怎樣？原本那邊就是個鳥蛋地方哦，那現在有1-2千人在那邊啊吃飯或什麼，你光在社宅旁邊開個早餐店，你就不會倒了，你知道哦？我可以把那個早餐送到管理室哦，你只要下樓拿早餐哦，或是怎麼樣啊？你乾脆夥同你社宅的朋友哦，住社宅裡面的朋友哦，專門來做早餐外送，幫你掛在門把上之類的。那不是很好？是我就定了哦。對啊，所以社宅的出現會帶動當地生活機能的提升。1-2千人在那邊，你不要說 Seven 啊，你不要說 Lopia 會開好了哦，那麼你至少萊爾富就出現了哦，因為它加盟金比較便宜，那說開就開哦，蝦皮店到店就出現了，就這樣機能變好了。然後因為怎樣？因為社宅不能出售啊，所以就變成說它帶來的人口湧入，會讓社宅旁邊的居民過得更好。更多的便利商店，然後全聯都出現了，什麼公幼也出現了，什麼老人日間中心也出現了，然後會讓更多人想要住在這邊，進而讓這裡的房價不要說越來越高啊，就很鞏固，你知道？就你看它怎麼跌，這生活機能是變好的現狀了，你看它怎麼跌？我是認為你繼續看跌就很奇怪。那我還是建議你能上車自己買房子，還是要早點上車對你來說會比較好。講完了，我來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討論了這個關於年收1000萬的實況主住社會住宅的新聞那我先分析了目前社宅的申請資格給你看，看似嚴格，實際上存在大量的操作空間這反映出來就是社宅本身的漏洞。那我的結論是說，與其將情緒就傾瀉在這個直播主上，他會痛嗎？他沒差你把你的情緒你把你的精力去關切這個案子不如認清一個事實，就是你的居住問題目前看起來並不會透過更多社宅就能解決，應該不出來。而且社宅對房價的影響很有限。如果你真的希望解決居住問題，長遠來看那還是自己上車了，還是比較有效的策略。今天政府保首購保成這樣，連央行的理監事會議也都說什麼首購自住40等等。這是他政策目標，政府挺成這樣，讓你8成，讓你心清安然後讓你寬3，讓你利率又比較低，利率給補貼，弄得那麼好，你首購無論如何你首購就是上車就對了。你講4塊一點，你要論那個投資報酬率，不會輸股票就首購而且是大贏股票的狀態，即使是現在然後怎麼樣？你第二屋現在可以貸款6成，以前5成變6成，那個你這樣算投報率就會輸了但首購一定要上，才是真正有效而且對你是有利的策略。最後我要問你，你認為要怎麼避免投機者住到社宅去辦不到，因為大家都很會鑽漏洞。B 可以啊，抓到就罰100倍C 可以啊抓到就直接進去關。
哦，對哦，那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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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哦。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po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74%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我就不說一個很經典的命題，就是社宅要蓋到市場中幾%的數量會反過來壓制、限制住房價這個在之前總統大選已經被討論到爆，而且我一講就是政治，一講就是政治，所以就算了。好，那我們來講下一個不會引到某些族群啊。我先說結論，我贊成婚育宅政策。婚育宅就是怎樣，就是讓那個結婚生小孩，我們現在不是少子化嗎？讓結婚生小孩的夫妻優先住社宅，而且幾乎是你申請就有。如果你要抽籤，那就是變成說一大堆都是結婚剛生小孩的，我們小孩3歲內的，或是你預期在2年之內懷孕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這樣規定。反正就是婚育宅這種東西然後可以怎樣，就直接給他住到12年這意思是要讓小孩平安健康長大在社宅裡面。我贊成啊，我怎麼不贊成？這很好啊可是問題在哪裡？問題在我跟你講，社宅3房蓋太少了，3房蓋太少了。你今天是婚育宅呢？你今天婚育宅的意思就是你希望至少能實現一個目標，叫做3口之家嘛那個老公然後老婆，然後小朋友嘛。好，3口之家，請問你現在在市面上通常他們會需要怎樣的房型？1房1廳慢慢老可憐然後2房1廳很勉強的住因為小朋友東西很多，而且2房坪數就不會大，你光嬰兒車，然後你用一個巧拼，然後圍起來讓嬰兒那邊爬，你看你要耗掉多少空間？都是3房了，3房了。那你說多個3房沒有太多了，連那個會員朋友那個買我頻道會員的會員朋友跑來說我說的真的是這樣，因為他弟2個夫妻結婚，然後小孩要出生就怎麼樣，就必須要去看3房，我都住不下。我也很常講嘛，我以前故意去看2房的中古屋，故意的而且我都挑什麼？不是打掃乾淨空屋的那種在賣的，我就挑裡面有人住的。就屋主出去然後讓我們慢慢看。我跟你說，那個2房東西蹲的到處都是，
中古兩房比現在新的兩房還要大了，你知道，因為中古兩房可以做到一點，就是廚房獨立一間，真的還有拉門拉起來，雖然規定要防火門啊，但是我去看現場也都是什麼木頭拉門而已好，你看現在新建哪會給廚房自己獨立一間，都嘛是就直接跟客廳是通透的這樣好，中古屋的兩房比較大，即使是這樣，到處都是東西。我看一間我就來跟你講這樣就是不 OK 了，因為那有可能是那個屋主他們自己居住習慣的問題，對不對？我去看到7間都是東西蹲的到處都是，我們進去有沒有很難下腳，然後走路呢 K 來 K 去我就有 K 掉2樣東西然後那個藥包就被我 K 掉。哎呀，這沒辦法啦，你即使是3口之家你就是要住到3房啦。可是你社宅有沒有在蓋3房？有，戶數太少。來，這個戶數少，具體少成怎樣？我講給你聽。我以前每次拿到我都一扯到社宅，我都要拿那個亞灣智慧公仔出來嘴來，我講那麼久我也膩了然後他也煩了來，我來跟你講下一個社宅，新的社宅已經抽籤已經抽完籤高雄美都安居，這個在哪裡？這個在中都重劃區。它生活機能現在不好，可是也不能叫不好，因為騎車2分鐘就有全聯好啊，你不知道哪裡，你自己查這個叫美都安居，就是你就去看中都現在不是新房子蓋很多嗎然後你就這樣舉頭一看，這個畫風怎麼不太一樣？這怎麼蓋起來有點像宿舍的東西？怎麼那麼素綠綠的美都安居社宅抽完籤它總共蓋幾戶？它總共它規模不大它蓋了325戶，來聽好數字的魔法在這裡，325戶，很多對不对？325，來，我們要把它拆成什麼？1房、2房、3房房型的分別來看。首先，325戶裡頭套房幾戶？就1房1廳套房208戶。來，這個是占比是幾趴？這占比是64%。好，來2房蓋幾戶？91戶，91來，這個占比是幾趴？占比是28%，三成剩下他蓋了300多戶嘛，然後3房蓋幾戶？26戶沒了。26不是關懷戶或什麼莫名其妙一下子就消耗掉了嗎？關懷戶很猛關懷戶3+3住6呢然後甚至就可以給他再延6+6 12呢。你婚育宅如果你要辦的話，是不是就像我說的嘛，就是需要3房的空間？可是問題是，你就26戶，你最多你先不管關懷戶或什麼的，來26戶你可以服26對新婚育宅，太少了啦。然後難道你要叫那個新婚夫婦去住那個208戶的套房，然後住那也不敢生，你知道？然後兩房不好用不會說社宅太小，雖然社宅說蓋的都很小的，也是很多人去看的反應嘛。你去看社宅的那個網站他會跟你講什麼？來，我隨便找2房房型2的話，出租面積幾坪？30.66坪。我靠，30坪室內30坪的2房不是超大的嗎？但是社宅算法一樣要扣掉公設、陽台、雨遮那些反正常常被人家說小了那這是一回事。凱旋傾訴這還漏水那個社宅也是被人家說小。好，那再回到我們剛剛說的3口之，你更遑論4口之家，你生2個，你就住2房那如果小女生的話，她要有自己的房間隱私那你2房怎麼用很麻煩啊。所以你要做婚育宅，我贊成，我真的贊成結果你3房蓋太少，哇嘞還記得我剛剛提到什麼戶數魔法嘛，對不對？蓋300多戶很厲害嘛，對不對你看每次政策喊是要幾萬戶社宅這樣子在喊的所以我蓋套房最多的情況之下，我的戶數最容易達標嘛，而且不太打得到建商，因為建商現在不太敢蓋1房1廳啊，就是蓋2房蓋3房，也不會有建商毛想在蓋4房啦除非豪宅案，就這樣啊所以這個是一個魚與熊掌都能兼得的做法。我贊成婚育宅3房蓋太少。3房如果这個美都安居全部拿來蓋3房，會變成什麼樣子會變成說他人提供的戶數很少，可能才80幾戶，真的你按坪數來算的話80幾戶，可是它都是3房啊，它可以一次解決到快100對新婚夫婦的困難啊。
我個人認為，要是這樣才你說婚育宅就合理，這就很顯然是什麼？就是社宅在跟社宅的，然後突然就喊一個政策婚育宅，我們不是有社宅還跟他要就變成這樣。社宅說我在蓋的時候立馬我要講那邊婚育宅，你今媽要洗你的3房出來，我才26戶你們婚育好，然後你要證件好給你，就變成這樣，大家都搭不起來，你知道？這就是這樣。你要未來直接只蓋3房的社宅，我看也難就是這個案子全部都是3房，我看也難。為什麼？戶數會很少。那戶數很少的話，是不是就跟老闆要求的正機就互斥了？所以最好的解法是什麼？毛起來蓋套房。為什麼？戶數最多。我要講就是我支持婚育宅，那你3房要多。你不要再逼這些婚育宅的新婚夫妻去給我住2房，然後住的哀哀叫，住的怎麼樣？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